当川普决定收缩美国的战略，开始同时调整美国与30多个国家的经贸关系、贸易政策，人们就应该知道，它主要针对的给美国带来巨额贸易利差的2个国家，中国和德国。他第一任期正在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一直在说要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我们只看到了彭斯发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讲话，我们也看到了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关于美国要重新回到世界领导的位置上，这一类的言论至少已经有2年了。但是在川普本人参加西点军校毕业生典礼的时候，他的讲话明确地指出，美国不要做世界的警察，美国军人的职责不是重建海外国家。在一个大家不熟悉甚至没有听过的遥远的地方，他们发生的故事与美国无关。美国军人他要恢复到他正常的职责，就是让美国更加强大，保卫美国的安全。贸易是吧？贸易政策、钱，让民众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让美国的生活、美国的核心价值得到彰显，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自由自在、平和地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这是美国政府的目的。要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发扬团结的精神，来面对未知的挑战，包括看不见的敌人。通篇讲话，你认为他在重塑一个美国精神，他甚至都没有谈到太多的题外话，包括目前正在全美各地甚至在西方世界中更贴近人民生活的种族不公平之类的话题。但是他没有忘记提起中国。他说，我们正在面对的敌人，看不见的敌人，是从遥远的中国传播到我们的海岸线上来的这种新型病毒。他对美国的军人在抗击疫情中所发出的表现集结赞赏，他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使命感，来保卫美国，保卫我们的公民。很多人可能失望了，是吧？认为他把中国视同为一个遥远的大家都不太熟悉的国家，美军没有义务重建海外的这些国家。但是他做的事情正在为中共这样的集权放血，他在慢慢剥离中共试图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活动，正在削弱中共的这种能力。可以说，川普是一个
老年人，但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急不躁的。他在国内的政坛上的对手远远比人们认为的绝大多数美国前任的总统要强大。他已经经历了一次弹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的反击，所有的反击措施都很空洞，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能力。他甚至非常宽厚的留任了绝大部分前任政府在白宫所设下的这些暗桩。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对他，他甚至没有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铲除。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疫情，美国经历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他们的经济正在复苏，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从工作机会到股票，所有的恢复都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在这一时刻，川普没有想到更多的拓展海外的事业，只是把重心又回到了保卫美国。你可以认为在西点军校所说的这些讲话是针对美国陆军的，告诉美国的军人他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哪儿，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南海自由航行，并没有忘记他正在让美军把军事力量集中到亚太地区。美国长久的持续的政策是从全球收缩军力，重新配置到亚洲。印度太平洋在长久的未来的军事规划里面是重中之重。美国所有这几年的国防预算，他们所新添的设备，你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指向：加大海空军。新的装备正在被采购，由军队来换装。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持久的战斗，它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保卫美国。美国今天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都源于此。川普不是一个特别好战的领袖，他没有把公民创造的财富、纳的税更多的投到海外的战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便他连任，他的政策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导致这一切的，包括他今天的讲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明确，非常真实，而且他不愿意迎合任何人的观点，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直从年轻时代保持的政治理想，他都在坚持。他认为前任的总统放弃了美国的利益，容忍了像中共这样的集权在玩弄国际规则，占美国的便宜，这一切对他来说该结束了。但是结束的方式是非常美国化的，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重心都是围绕着美国自身的强大，他没有刻意的要去推翻某一个国家的执政地位。共军迫害的是中国人，如果说你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更多的这种愿望
或者说支撑你这种愿望的力量，那么他不会刻意的去针对你。从伊拉克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特征，美国的军事力量摧毁一个集权国家，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后期想改造它几乎成为不可能。这还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美国在和平改造它的过程中死掉的人，消耗的军费100倍于征服这么一个国家。阿富汗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那是一个帝国坟场。那么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呢，10几亿人，广袤的土地，鱼龙混杂的政治派系，甚至南北习俗观念都不相同。美军从来就没有想过去介入到这种国家的政治变化，它只是教会你使用现有的国际规则，在国际法的框架之下能够融入进来，而不是做一个挑战者。它有足够的能力遏制你。如果你不愿意相信围绕在你周边的军力会让你更加清醒，如此而已。好了，谢谢大家，再见。